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有波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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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怪，都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给零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蛙，我是灵根积极的所长王伯钧，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积极。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ou。你现在大拇指是不是正贴在手机荧幕上，无意识的一直往上滑？前一秒还在看网美扭腰摆臀，下一秒动态直接跳出泰国酒馆大火、广西溃堤的灾难现场。然后呢，我们大概只停顿了不到2秒钟，丢个双手合十的 emoji， 接着毫无罪恶感的继续滑去看乌龟有仰视。It's pure performative art, darling. 面对极端的痛苦，我们大脑这种吸反射式的滑动，真的让人觉得既恶心又毛骨悚然。Mr. 哇，这确实是一个让人感到极度悲哀的文明病。当我们的大拇指毫无阻碍地划过那些苦难，我们划过去的究竟是别人的悲剧，还是我们自己逐渐流失的人性？这在当代媒体心理学上是有其深刻脉络的。当然有脉络啊，这根本就是同理心疲劳被资本主义彻底武器化了嘛。以前这个词只用在第一线的灾难救援者身上，因为情绪过载，大脑宕机。现在呢，只要有一只智慧型手机，演算法为了极大化 KPI， 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逼成了灾难的第一线目击者。It's a trap， 他们在害进我们的大脑，把别人血肉模糊的真实人生扁平化，变成一种可以随意消耗的 content。 Disgusting。 是的 Frank， 人类大脑的杏仁核原本是设计用来应对真实环境里的偶发危机。当你的神经系统一天之内被迫经历几十次高强度情绪刺激，大脑为了自我保护，只能强制启动解离反应。但这不只让我们变得麻木，它还触发了一种极端的责任分散。没错，就是那种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 bullshit 侥幸心理。你看到那种悲剧贴文下面已经有几万个赞，本能就会觉得，既然大家都看到了，总会有那些政商名流大机构去处理吧。这就像在几百人的大群组里看到有人被严重霸凌，结果群组里平时呼风唤雨的大佬们全部已读不回。既然大佬都装死，我这个 nobody 干嘛出头？ I mean seriously？ 你这个群组大佬已读不回的比喻非常精准，而且很痛。你知道吗 Frank， 其实这种集体装死的场景并不是数位时代的专利。我记得在2000多年前，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就已经把数位旁观者的原型刻画得淋漓尽致了。Wait， 2000多年前的印度神话里就有这种 hypocrite 的情境？是的，当时的大反派石首魔王 Ravana 正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掳走绝世美女 Sita， 而这起残暴的绑架案发生的当下，当时的天空其实挤满了拥有无边法力的满天神佛。满天神佛里面的随便一个都能移山倒怀吧？结果呢？别告诉我他们在云端上开会研讨应对策略。他们全都在云端上冷眼旁观，因为魔王 Ravana 拥有极大的权势，还有 Brahma 赐给的无敌法力。这些神明在脑中快速计算了干预的政治成本之后，就选择了集体晋升。So sick！ 这些神明根本就是精算的既得利益者，结果真正冲上去挡子弹的，居然是一只叫做 Jatius 的年迈老秃鹫。这太荒谬了，他连走路都步履蹒跚了吧？
而且所长，为什么罗摩衍那的作者要选秃鹫作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在大部分文化里，秃鹰这种食腐动物不是都是底层、肮脏、不洁的象征吗？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 ，Mr. Wah。在印度教的传统中，秃鹫确实是死神亚玛和土星神的坐骑，视为阶级极低的生物。但这正是史诗作者最天才也最深沉的颠覆。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主流是 Aryan Peoples 带来的吠陀信仰，而 Jatayu 的形象其实源自于被边缘化的原住民，也就是 Dravidian Peoples 的图腾崇拜。Oh my god！ 所以我懂了，作者是刻意挑了一个被主流精英社会排挤、最接近死亡的边缘图腾，然后把它写成整部史诗里面道德最高尚的 MVP。这根本就是对当时神明的阶级和种姓制度狠狠甩了一巴掌啊 ！I absolutely love it！ 完全正确，这是一次极具破坏力的文化转移。不过最有趣也最让我动容的是，这 Jatayu 之所以挺身而出，这背后其实有极度深层的心理动机。他其实背负着非常严重的家族创伤。什么样的创伤能让一个早已经该退休的食腐老秃鹫决定去单挑魔王？这 Jatayu 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亲哥哥 Sampati 有一次年少轻狂的比赛，挑战谁能飞得离太阳更近。当他们冲进极度高温的太阳轨道时，这 Jatayu 几乎要被烤焦了。就在生死一瞬间，哥哥飞到了弟弟上方，张开巨大的双翼，硬生生地替弟弟挡住了致命的阳光。天哪，那哥哥的下场就不就……哥哥的翅膀彻底烧毁了，他从高空坠落，终身失去了飞翔的能力。你可以想象，这 Jatayu 的余生活在巨大的幸存者愧疚感里面。这条命是哥哥牺牲换来的，所以这份沉重的罪恶感就转化成了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对弱小见死不救的道德底线。原来如此，他根本不是什么自带光环、完美无瑕的超级英雄，他就是一个背负着创伤，觉得自己活下来就是亏欠的受伤灵魂。这让他的目的变得非常有血有肉。不过，他保护西塔似乎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的理由。对，这牵涉到一段跨越宇宙的友谊。西塔是男主角 Rama 的妻子，而 Jatayu 是 Rama 的父亲石车王的生死之交。当年石车王的王国遭遇毁灭性的旱灾，是代表土星的凶星沙尼造成的。为了解救百姓，这位人类国王竟然直接驾着战车飞向太空，去单挑这个凶星。Excuse me， 人类国王去单挑一颗带来灾难的星星，这剧本太科幻了吧？是很夸张，侠你的目光充满毁灭性，仅仅是对视一眼，石车王的战车就在太空中解体，整个人急速坠向无底深渊。就在粉身碎骨的边缘，是一直在天际翱翔的 Jatayu， 用巨大的肉身硬生生接住了石车王。两人在死里逃生之后，结下了生死之盟。哇，我现在把线索全部拼凑起来了。当年老朋友为了保护国家，赶去单挑不可能战胜的行星。现在他为了老朋友的儿媳妇被绑架，为了一句承诺，当然也赶去单挑不可能战胜的魔王。你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网络上那种按个赞就自以为关心的廉价关系，这只老鸟的情感实在太厚重了。而这份厚重的情感，最终导向了一场极度惨烈、无尽悲壮的不对等战斗。完全不对等呀！一个没有穿戴任何高科技装甲的肉体凡胎，去单挑一个全身神装的反派。Jatayu完全舍弃防御，用巨爪踏碎了魔王的神弓，用尖喙撕裂了烈焰般的护甲。最夸张的是，魔王拥有 Brahma 赐福的无敌外挂，手臂被砍断还会瞬间重生。这只老秃鹰居然用硬生生的鸟喙扯断了魔王的10只左臂。
柔软会流血的羽肉去对抗冰冷坚硬的魔法盔甲。That is hardcore。但问题是，它终究是一只衰老的凡鸟，面对力量源源不绝的系统性邪恶，年迈的 Jatayu 终究耗尽了物理极限。他的双翼被魔王残忍地斩断，坠落到地面。但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撑着残破的躯体，硬是撑到了男主角 Rama 赶到。他亲口把是谁绑走 Sita 以及往哪个方向逃跑的关键情报交给了 Rama。这就是你一直在强调的行动证人。重点从来就不是这只老鸟能不能打赢魔王，客观上本来就不可能嘛。重点是他用尽了能力范围内的所有力气，把那条能改变局势的情报传递出去。这正是打破数位旁观者效应的戒要。面对不公义，你不必有超能力，但你必须勇敢留下记录。真正的看见必须伴随着行动。说得好 ，Mr. Wah。后来 Rama 非常悲痛，亲自为这只鸟举行了本来只适用于人类的最隆重的火化仪式，让身为动物的 Jatayu 跨越了物种阶级。传说在印度安德拉邦有个叫 Lepakshi 的地方，在泰鲁古语中的意思是起来吧，鸟。据说就是它坠落的地点。但我真正起鸡皮疙瘩的是，Jatayu 的影响力并没有停留在神话里。没错，这个故事根本成了一场现代生态危机的恐怖预言。印度在1990年代末起，野生秃鹫族群经历了灾难性的崩溃，数量锐减了高达 97%。背后凶手是一种牲畜消炎药，叫做双氯芬酸。秃鹫发挥大自然清道夫的本能，去清理尸体，结果因为人类自私的药物残留，引发急性肾衰竭。秃鹫因为人类的贪婪与无知的化学药剂濒临灭绝。这简直就像神话中 Jatayu 为了对抗强权被斩断双翼的历史翻版。他们明明在做对生态有益的事，却因此招致毁灭。这是最讽刺的现实。不过我也注意到，像是在 Nilgiri Biosphere Reserve， 当地原住民现在正担任秃鹫观察员来拯救他们。这等于是让几千年前 Dravalian Peoples 与鸟类图腾的连结在现代复活了。而且这种符号的重生不仅停留在生态层面，它还变成了一座震撼人心的当代地景艺术。你指的是 Kerala 的 Jatayu 地球中心，对吧？艺术家 Rajiv Anchal 耗时10年，在海拔1000多尺的山顶上建造了世界最大的鸟类混凝土巨像。他精准刻画了 Jatayu 断翼倒地，却痛苦但坚定地仰望天空的瞬间。印度的官方还把这座雕像定义为向女性安全与荣耀致敬的巨大丰碑，这真的是终极的符号翻转。一只传统上被嫌弃的食腐鸟类，居然变成了抗争父权压迫、保护女性安全的终极象征。Bravo！ 艺术家将 Jatayu 为了保护女性而牺牲的神话，转化为现代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平权精神燃料。不过，当我们谈到一只小鸟去对抗一个巨大的庞然物，这听起来其实很像《山海经》里的精卫填海。所长，这两者底层逻辑一样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精卫和 Jatayu 都展现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极端偏执，但关键差异在于动机。精卫是因为自己溺死，抗争带有冤死与复仇色彩，他陷入的是无尽轮回的悲怨。但 Jatayu 完全不同，他是为了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受害者去战斗，这是一种纯粹的利他主义。Bingo！ 而这份纯粹的利他牺牲，促成了心理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叫做替代性创伤后成长。当我们目睹别人为了崇高道德而牺牲，震撼会强迫我们扩展世界观，将旁观的无力感转化为自身道德成长的燃料。所以 Jatayu 的死没有带来绝望，反而是点燃了抗争意志。我们今天从演算法导致的麻木，一路聊到古印度神话里的血腥空战，现代印度的生态危机，再到这种把创伤转化为力量的心理机制。核心呼吁只有一个：不要让演算法切断了你与现实痛苦的连结。
真的，当你在网络丛林中看见不公义时，请放下那些责任分散的 bullshit 借口。我们不必打败魔王的超能力，但我们可以学习 Jatayu， 勇敢传递那一条关键线索，成为一个行动的证人。在结束这趟探索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延伸思考。来了，所长的大灾问要来了。我们总以为把希望寄托在网络，那种超越时空的特性，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连结。但 Frank， 你是否想过，网络是不是也同时竖起了一道无形的保弹玻璃，把我们和真实的痛苦彻底隔开了？它让我们的行动退化，只剩下安全的观看，让我们的关心萎缩成廉价的留言与点赞。我们看着荧幕，以为那就是所谓的互动，但当我们不再因为他人的苦难而流血流汗时，那真的还是人与人连结的本质吗？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海加纳 Akak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燃起整个八公 Oh my god 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 Akaksha， 为您播报2026年7月19号到7月25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这周的7月23号，我们即将迎来夏天最炎热、阳气最达到巅峰的节气大暑。同时，天上的太阳公公也正式换座，带着霸气与自信的能量强势回归。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9周，灵数12。大暑的极致热情遇上了代表着平衡、耐心与合作的灵数2。这周的大环境氛围是在提醒我们，虽然内心充满了想要发光发热的冲动，但在展现自我的同时，也要记得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哦。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将你霸气的才华，用最温柔、最圆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绝佳时机。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积极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酒红色。配合这周的极致热情却需要平衡的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成熟魅力与社交恋爱运的酒红色。这是一个属于梦中镜像、带着微醺浪漫的特殊运势。酒红色的专属诗签说：霞染千峰春醉影，流光微动九州天。红尘一梦随歌尽，以剑逍遥向远烟。Akaksha 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的你正处于感情与社交的转捩点，酒红色的能量会为你披上一层迷人的成熟魅力。外在环境有许多新的社交机会正在向你招手，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谢客，或是充满欢笑的聚会。不过，因为运势属于梦中镜像，请记得在享受浪漫与微醺的同时，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学会适时表达情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迷失，你就能体验到最洒脱、最真挚的丰盛生活哦。酒红色对应的开运48音色为后朋克迷幻 Post-Punk Psychedelia， 赶快去 YouTube 搜寻 SZEP 开运48音色，找到编号44专属于酒红色的播放音乐吧。这是整整1个小时的纯音乐，非常适合你在开车通勤、专心工作，或是放在店里当作背景音乐来播放。让后朋克迷幻那种迷醉深沉而且充满成熟张力的音波，当你好好净化这周的空间磁场，在你散发成熟魅力、享受社交浪漫的时候，帮你彻底沉淀思绪，精准地抓住属于你的好运哦。那么本周的湿婆12伐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
首先，灵兽是白鹤的无声师婆，合作与伴侣关系是这周的重点。主动和另一半或是重要的合伙人来场浪漫约会或深度对谈吧，你们的关系会有意想不到的大跃进。灵兽是狮子的大天师婆，太阳正式回到你的主场啦，你就是全场最闪耀的巨星，快换上最亮眼的战袍，大方展现你的才华与自信，全宇宙都在为你欢呼。灵兽是大象的喜乐师婆，想飞的心正在蠢蠢欲动，这周非常适合去安排一趟远行，或是看一本外国翻译小说，拓展你的世界观与哲学思考。灵兽是鲤鱼的福气师婆，把大暑的热情带回温暖的家吧，这周很适合把家里重新布置一番，或是邀请朋友来家里聚餐，享受居家的满满安全感。灵兽是孔雀的清景师婆，职场上迎来了你的高光时刻，长官们都在默默关注你，大方扛起重责大任吧，你的影响力与社会地位将会大大提升。灵兽是角鸮的三木师婆，社交圈超级活跃，你会成为团体里的人气王哦。多去参加大型聚会或是网络社群活动，会遇到频率相投的神队友。灵兽是野狼的暴风师婆，恋爱雷达与创造力双双爆表，新鲜的朋友请尽情释放你的魅力，有伴侣的人也可以一起去游乐园痛快地玩一场，感情大加温。灵兽是黑犬的恐怖师婆，这周适合处理深层的财务问题，像是投资、税务或理财规划。你敏锐的直觉会帮你避开风险，找到隐藏的财富密码。灵兽是流牛的兽主师婆，宇宙想要请你稍微充个电，这周请容许自己神隐一下，睡个好觉，做个深层冥想，让身心灵好好排毒，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灵兽是山羊的山主师婆，财运方面有很不错的进展哦。这周很适合去吃顿大餐，犒赏自己的辛劳，或是买个有质感的实用小物，好好提升生活品质。灵兽是乌鸦的始祖师婆，沟通交流的能量满点，这周会有很多短途小旅行或聊天的机会，多去和不同的人交换情报，会激发出你超棒的灵感火花。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师婆，生活的重心回到了日常的秩序，这周很适合预约个健康检查，或是开始全新的运动计划，把身体的能量重新养起来吧。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气象本无常，有备则无患。掌握宇宙能量脉动，创造自己的精彩每一周。我是 Akaksha， 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灵感派。